陈丽萍听说饭菜做好了，便立刻热情地邀请叶晨一家3口一步去了餐厅。此时餐厅里还有一个60岁上下的男人正在忙着摆盘。经过陈丽萍介绍，这个男人便是她的丈夫满进山，而方才去叫他们吃饭的那个年轻人便是陈丽萍的儿子，名叫满英杰。满进山十分热情，邀请一家3口在饭桌前坐下之后，便笑着问叶晨道：小叶喜欢喝什么酒？我这里有红酒，有茅台。叶晨客气地说道：不好意思满叔叔，我还得开车，就不喝酒了。满进山听了也不生气，笑着说道：没事儿，开车就别喝了。说完他看向儿子满英杰，开口道：英杰，你晚上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咱们爷俩喝点儿。满英杰笑着点了点头，那就喝点吧。陈丽萍连忙叮嘱道：你们2个少喝一点。父子2人满口答应下来，随后满英杰便拿出一瓶茅台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给自己和父亲各倒了一杯。看得出这父子2人都有些酒瘾，所以从酒瓶打开，酒香飘出的那一刻，2人便显得有些按捺不住。不过2人虽然馋酒，但谁都没端起酒杯，而是不由得看向陈丽萍。陈丽萍这时候笑着对马兰说道：马兰，咱们就别喝酒了，直接开动吧。马兰本就不爱喝酒，所以便欣然应允。吃饭的时候，陈丽萍想起什么，对马兰说道：马兰，你是哪天的飞机来着？马兰忙道：周日晚上的飞机。陈丽萍忙道：哎呀，我有个姐妹好像也是周末回国，她也是从纽约走，说不定你们俩还能做个伴儿呢。马兰惊喜地问道：真的？要真能做个伴就太好了，这一路10几个小时，烦都要把谁烦死，有人说说话，聊聊天，自然最好不过。陈丽萍一边掏出手机，一边开口道：我问问他，前几天他就说最近要回国，我刚好有点东西，托他给我爸带回去，为这事儿还专门去了一趟纽约，把东西给他送去了。说着，陈丽萍又道：我问问他的航班号是多少，跟你是不是同一个航班？如果是的话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你，等你到纽约的时候跟他联系，到时候相互结个伴。马兰自然满口答应下来，笑道：那你问问他。我的航班号是 CX845， 要先飞港岛再转机。陈丽萍一边在指尖不停地敲打，一边说道：好，我帮你问问他，要是同一趟航班，你们就一起走，他是要回粤省，大概率也是去港岛转机。很快陈丽萍便将手机递到马兰面前，笑着说道：哎呀，你看他也是这个航班。马兰定睛一看，发现聊天页面里对方果然回复陈丽萍一行字，上面写着 CX845。 他也忍不住惊喜地说道：妈呀，这也太巧了。是，陈丽萍笑着说道：这个姐妹很厉害的，他们家专门做华夏和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，身家好几十亿，你跟她认识认识，说不定以后对你有帮助。马兰喜不自胜地说道：那可真是太好了，陈姐回头把她的微信名片推给我吧，我加她一下。好，陈丽萍点点头说道：先吃饭，吃完饭我跟她说一声。此时满进山、满英杰父子2人已经开始推杯换盏，2人似乎都很爱喝酒，父亲端起来喊儿子走一个，2人喝完杯子刚放下，儿子又端起酒杯要跟父亲走一个。一旁满英杰的老婆倒也不在意，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自顾自地吃着东西，期间也很少说话。不过让叶晨感到不舒服的是，那个满英杰虽然一直在喝酒，但是眼神总是悄悄找机会瞟向自己的老婆萧楚然，而且那眼神色眯眯的，一看就居心不良。
叶晨不由得回以警告的眼神，满英杰才终于稍稍有了一些收敛。而奇怪的是，满英杰的老婆偶尔抬头夹菜，也看得出自己老公时不时偷瞄萧初然。可是叶晨却没见他有任何形式的阻拦。正常在这种场合，他老婆就算不能当众跟自己老公生气，但起码也会给他个眼色警告一下，亦或者在桌子底下给他一点小动作，来让他有所收敛。但这个孙慧娜却好像并不在乎满英杰到底在看谁，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。于是饭桌上的气氛稍稍有些奇怪，马兰与陈丽萍聊得热火朝天，满晋山、满英杰父子喝得热火朝天，而孙慧娜则只顾着玩手机，剩下叶晨与萧初然两人面面相觑。好不容易挺到一顿饭吃完，马兰与陈丽萍又聊了一会儿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准备告辞离开。临走的时候，马兰还不忘提醒陈丽萍：“陈姐，回头记得把你那朋友的微信推给我。”陈丽萍笑道：“行，我这就推给你。”随后又嘱咐叶晨道：“小夜路上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”叶晨点头道了声谢，随后便发动汽车离开了陈丽萍的家。路上，叶晨对马兰说道：“妈，我怎么感觉这个陈阿姨一家人都奇奇怪怪的？”“有吗？”马兰开口道：“我没觉得哪奇怪啊。”一旁的萧初然也忍不住说道：“妈，我确实也觉得挺奇怪的，但是又说不出哪里奇怪，以后你还是少跟他们来往吧。”马兰说道：“嗨，我这马上就回国了，说不定以后都没机会跟他再见面了，就算是想多来往也没机会啊。”萧初然想起什么，又叮嘱道：“等你回国之后，就算他要带你炒股，你也千万不要答应，美股水深得很，搞不好一天亏去90也是有可能的，你可不要乱买。”“好好好，妈知道了。”马兰一边说着，一边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他打算回去之后就立刻把项链卖了，然后把钱换成美元，开个美股账号，跟着陈丽萍学炒股。这一次花光所有的钱，被逼无奈来美国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件事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钱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你住汤臣一品，开劳斯莱斯，你该吃不上饭还是吃不上。所以他现在迫切地希望能给自己积攒一些资本，好让自己将来更有底气。不过他肯定不会当着女儿的面这么说，于是便随口道：“我也就是好奇问问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去炒股的，那种东西完全就是割韭菜。”萧初然点点头，欣慰地说道：“妈，你知道就好，可千万别做什么一夜暴富的美梦。”